欢迎大家来到拉风文化超凡脱口秀团建的录制现场。接下来有请我们3位队长再次出场。第1位队长来自硅谷脱口秀的孙刘。第2位队长，拉风喜剧总制作人思琪。第3位队长，波士顿顶好喜剧的主理人 Carl。初舞台表演，3名队长轮流上场表演，接受现场观众投票，得票数高低决定选择队员的优先权。16组选手按赛前抽红包数额大小决定上场顺序，依次上场表演，接受现场观众投票。初舞台成绩关乎组队淘汰赛后选手的去留。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7位选手登场，他是硅谷猛男上阳王。上阳王，硅谷脱口秀讲脱口秀3年，硅谷码农。我觉得，太多的东西，我想讲出来。脱口秀给我来说，一个好的事情是在于慢慢的去学会，什么叫做真诚。有请我们上阳王登场。大家好，我叫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 gay， 就是这一种。一个非常精彩的魔术脱口秀献给大家。大家这个话题可以吗？不可以的话，我就可以变回去的。这坦诚来讲，就是每次跟新朋友介绍我是 gay 的时候，我还是会挺紧张的，就因为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嘛。我有一次演出的时候，我刚说我是 gay 啊，然后第1排的大爷马上来一句：“我不信。”gay 哪有你这样的？你给我一个看看。我当时在台上就傻住了，就第一次听说 gay 还能是个动词。就什么动作才能证明我是 gay？ 那大爷，我就只能操你大爷了。我一开始出柜的时候，其实更紧张，因为特别怕别人当我是个变态嘛。然后我那个时候找了一个我当时觉得最安全的一个女生，因为她喜欢看同人文、磕 CP， 天天在研究肖战和王一博谁在谁上面。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嘛，这里给没有出过柜的朋友提个醒哦，就是出柜和表白也太像了吧？我不知道啊，我当时又没出过柜，又没表过白，我拎起手机就发，晚上有空吗？有件事憋了很久，得当面说，就咱俩。然后发送了之后，过了半天，他给我回了一条消息，他说，上。我有老公，我马上回他，先别告诉他。所以到了那天晚上，我很紧张，他比我更紧张，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个变态。还是他先发话的，他说：“其实你不说，我也能感觉得出来。我是一个传统的人，我不能接受这些。”我想完了，我就问他，那我们还能是朋友吗？他说，你人挺好的，你这么多优秀的女生，你怎么不去喜欢她们呀？我说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命中注定的呀。他说你别这样，我都要报警了。我说 gay 已经不犯法了呀。他说啊，你是说？你是 gay 啊？啊！我不信。gay 不都该是帅的吗？你看看肖战，你看看王一博，你再看看你也配？我说你看看肖战，你看王一博，你看看我，就我是个真 gay 啊！我还得给他解释，我说你喜欢那种啊，算流行 gay，
我们这种小众 gay、独立 gay， 就我们也有自己的名字的，我们叫自己熊，就是虎背熊腰的熊。然后我们就是又 man 又 gay 的。就姐妹们啊，如果你们周围有这样一种男生，他留胡子，但他爱干净，他健身但从来不减肥。如果你们周围有这样的男生，请把他的微信发给我。然后我那女生朋友说：“哦，我懂了，不就是没刮胡子的胖子吗？我回去啊更新一下我的 gay 达。”然后后来每次跟他出去玩啊，就像去打猎，就12点钟方向，那是不是个熊？今天第3个了。然后他还问我，宋冬野是不是熊？腾格尔是不是熊？高晓松是不是熊？他都不磕肖战、王一博了，开始磕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磕这个劲儿大。我后来跟男生出柜，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但他们永远都只有一个反应：那你该不会喜欢我吧？语气中甚至有一丝期待。这个时候我也该知道怎么回他们了。我说：你看看肖战，你看看王一博，你再看看你，你也配？用刻板印象打败刻板印象。就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对于 gay 有很多刻板印象。其实我也理解嘛，就毕竟很多人平时生活中没有见到过活的嘛，所以我就开始讲脱口秀，跟更多人这样 gay 一下。我管这个叫批量化出柜。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向阳王，我是一个 gay， 谢谢大家。上阳王演出完毕，请大家积极投票。投我票，待会儿出门可以自己摸。3、2、1，请锁票，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棒，好棒！谢谢谢谢谢谢。你说孙刘是什么类型的动物呢？猴。我看到这个爱心，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有个舞台，把这个爱心大大的放出来。谢谢谢谢。我觉得上可以跟大家透露吗？你现在在计划你自己的专场吧。对。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上的专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样。OK， 我们上阳王演出完毕，接下来有请我们第8位选手。布鲁克林长发美女大蝶。大蝶，纽约独立喜剧人，表演脱口秀不到14，歌手、演员，热衷跨界。我是一名环境工程师，我平时就是文艺混的。我做很多事情，脱口秀，然后写歌、唱歌，然后演话剧，还有一些主持和一些其他的尝试吧。你为什么就想来参加这综艺呢？有的时候写的一些东西也是自己想表达的。作为 LGBTQ 的一员，我也想以自己的身份过来跟所有的人讲一讲我们的生活，用玩笑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到，其实我们跟大家没什么区别。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大蝶登场。大家好，我是大蝶。听完这介绍再看本人，我估计现场的男性观众都是唉声叹气，还以为能看美女呢。女性观众可能是松一口气，还是老娘最美。哎呀，还有啊，这有你。回到正题啊，应该是第一位除了慈禧之外的第一位女性脱口秀选手。我听说女性脱口秀的流量密码是骂直男。
那咱就别客气了，今天啊。就来吐槽一些直男行为啊，以一名拉拉的身份。拉拉，学名女同性恋，主要特征有：女性，喜欢女性，经常迅速地进入同居关系，以及普遍晕机。有些直男啊，真的，他突然意识到，哎，这个女生跟我一样，也喜欢女的。不行不行，我得管管。他就会想尽一切方法呀，挤兑和欺负我们。有些特别刺耳的言论，举个例子，无鸡不能恋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真的，每次啊，有一些直男莫名其妙的就会冲到我的生活里边，对我进行一番数落和挤兑。我眼前总会出现一个画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在苍茫的大自然里，我是一只雌性小仓鼠，和另外一只雌性小仓鼠，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愉快的奔跑、跳跃，搞点小暧昧。哎呀，我耳朵脏了，好有力啊！这个时候，突然冲出了一只雄性二哈。女生不可以跟女生谈恋爱，是不是非常离谱？现实生活中也是这么离谱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是我的纯的同学关系，她的男朋友有一天悟了，突然意识到我喜欢女生，完了，自打那天起，我们只要在校园里面碰见，他一定会狠狠的搂一下他的女朋友。我说我是喜欢女生，但我不是流氓。不好说，不好说。好，大家可能看出来我真的不是流氓。给他翻译一下这个行为啊，就是你去美食广场想找点吃的喝的，哎，前面走过来一大哥，他手里握着一杯奶茶，他冲着你怼了你，让人说：“哎，你看见没有？这杯奶茶我买的，你不喝。”我等盖饭，很莫名其妙。而这种莫名其妙啊，实在是不分国籍、不分年龄、不分种族。我有一次去摩洛哥旅行，我想去看一下当地最著名的 LGBTQ friendly 的一个酒吧。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男性。听到我的目的地，再看看我，他又悟了，然后他就开始对我展现出一种人类学的钻研兴趣，这一路就一直针对我的性向问很多问题。他就说：“哎呀，你们女的跟女的谈恋爱，怎么做爱呀？”你这女的怎么操作啊？哎，你要不要跟男的做爱试试？这块就要付费了。你对比一下，是跟男的做爱爽还是跟女的做爱爽？哇！我当时灵机一动，我反问他，我说：“哎，那你要不要也跟男的做爱试试？”哇！他听完这话，他一下就疯了啊！他天灵盖盖不住了。You craz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说：“哎，你现在怎么急了？我问你的问题跟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没有区别。”
我今天就教你一句中国的老话，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直译过来就是 If you don't wanna fuck a man, neither do I。而且你说，这点胆儿，就跟男的做个爱，哎，这么害怕啊？原来你也晕机呀！好，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大碟已经演出完毕，大家现在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进行索票。性少数群体的进步啊，就靠您这小小的一票了，你知道吗？再不投就来不及了啊 ！OK， 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3、2、1，投票完毕，谢谢。好，谢谢大家。我想请教大家，是我其实今年开始健身之后，我就喜欢在小红书上搜一些就是女生健身肌肉的东西，然后就慢慢就开始发现小红书给我推了一些女本子交友。我当时以为女本子女本科的意思，我也不懂，就是我觉得就是性少数群体，就不管 gay 还是 lesbian 还是其他，大家特别喜欢一件事儿，健身，可能别的运动没什么机会做。没有，随便开个玩笑。我觉得大蝶刚刚说的一句话，可能有一些让大家紧张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大蝶她作为一个性少数群体生活中可能随时会经历的那一部分。没想到今天竟然经历了，没有，开玩笑，没经历，挺好的。很感谢大蝶能把这些带到舞台上来。我觉得脱口秀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以把不同的想法去以笑声传递出去，也希望我们的社会以后可以多一些包容。再次谢谢大蝶。好的，谢谢3位队长，谢谢大家。OK， 感谢大蝶。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9位选手，直男微骚张好元。张好元，西雅图虾图脱口秀讲脱口秀1年，单口喜剧资深新人。我开始讲是去年，中间就是断断续续偶尔讲一讲开放麦，然后上过一两次演出这样子。我对自己的预想啊，我就只有对第1场的排的想法，走一步是一步嘛。所以你就准备了一个段子吗？1到2个吧，没什么所谓啊，就反正我来了，然后回去可以跟别人吹牛逼，说，哎，我上过综艺。刚刚在后面听大蝶在后面骂了5分钟直男，然后导演一说，哎，欢迎下位演员啊，直男，我说我操，完了。然后我在后面很紧张，我们想说，我就先不听他们讲什么了，我就用力的背我自己的稿子，我越背越紧张。啊，前面的演员讲什么特朗普都出来了，啊，然后还讲什么性少数群体身份认同，我在看我自己的话题。我今天跟大家聊美容，而且我还忘了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张好元。今天跟大家聊美容，我最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美容产品，脚后跟美容。其实就是把你的脚后跟呢，给你一个袋子，然后袋子里面有那种精华油，把你的脚放进去，然后空气排出来，啊，就泡椒凤爪，大家见过吧？就是说效果怎么样嘛？但肯定很入味。就这个东西，它就想让你的脚变得很光滑，没有死皮，但它有一个后作用，啊，就是会让你的脚呢持续性的掉皮。上次我女朋友用完这个，在家掉了1个礼拜的皮，给我吓一跳，以为白娘子来了。我就说怎么一到冬天她就那么喜欢睡觉，啊，这是字面意义的睡觉啊。现在说到这种奇奇怪怪的美容产品越来越多了嘛，啊，现在我还听到什么腋下美白、颅顶增高，谁他妈要把颅顶增这么高，就是要当寿星嘛？啊，腋下美白，谁要搞这么白？谁需要？是什么东野圭吾的狂热粉丝，觉得白腋行。
非常的离谱。就现在奇奇怪怪的美容产品越来越多，就感觉把我身上每一个部位都能再加工一遍。我上次看到把身上部位分这么细，加工这么多的是潮汕牛肉火锅。而且现在还很喜欢用一个话术，叫什么“第二张脸”，大家有没有听过？就什么手是女人第二张脸，脖子是女人第二张脸，连头发也是女人第二张脸。头发怎么会是脸？它都没有皮。就头发如果是第二张脸的话，那脱发就是丢脸。逻辑特别严谨。脱发是丢脸啊，植发长脸，剪头发不要脸。难怪有人说什么美女长发及腰，上厕所要记得撩，不然容易热脸贴冷屁股。真的很离谱，就现在给女生贩卖身材焦虑这种东西太多了啊，但给男生贩卖的身体上的焦虑也有，但真的太少了啊。身体上的焦虑就一样，就一个部位。就增大、增粗、延时没了，哎呀，很单调。而且现在最过分的是，给女生贩卖焦虑，甚至可以一个部位贩卖出2种身材焦虑。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曾经见过一个身材非常苗条的女生在那里抱怨说：“哎，太瘦了，没有胸，这衣服撑不起来。”旁边就站了一个身材比较丰满的女生说：“啊，胸这么大显得我很胖啊，胸这么大运动不方便，容易痛啊。胸这么大有什么用？爽的又不是自己。”2种方向都能焦虑，男生不会的。你们没有听过一个男生抱怨说：“那黄的来了，来了。”你们没有听过一个男生抱怨说：“我屌这么长，显得我腿很短呢。”屌这么大，运动很不方便，打得我腿很痛。这么大有个屌用，爽的又不是自己。没有的吧？没有听过男生这样抱怨过，对不对？我就没有抱怨过。我们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真的很讨厌男人装逼。就装逼往往就是因为对自己什么外形不自信啊、焦虑啊，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男生啊要建立自信啊、对抗焦虑，其实是有正当途径的。比如可以试试美妆。我最近就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男士美妆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简单，就抓住了男性身材焦虑的核心痛点。它叫男士自信裤。它就是一条简单的内裤，前面加了一个小兜，然后给你配一片硅胶垫，往前面那么一塞，就自信了。男生要获得自信就这么简单啊，还哪里需要装逼？只需要一片硅胶垫，直接装接儿。还哪有什么身材焦虑？一片硅胶垫一垫啊，你碳基生物都直接进化成硅基儿生物。这男生真的太简单了，你就对抗焦虑只需要垫一片，人家女生如果需要的话，都至少要1双。别生气嘛，对不起，我说的是如果，垫肩嘛，要不给你们跪一个吧，给你们跪一个吧。但反正就男士自信裤，就非常推荐啊！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去搜什么内裤罩杯、内裤升杯啊，我是非常推荐。我自己是不需要的啊，然后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也不需要，尤其是那些给我投票的，谢谢你们，谢谢。好张好缘演出完毕，那现在请大家刷新手机开始投票，我们还有最后1点的时间。3、2、1，请锁票，谢谢大家。我很喜欢好人的段子，就是让我知道男生有容貌焦虑之后，我就不那么焦虑了。真的好奇，就是男生真的会容貌焦虑吗？我是不用焦虑，反正。那我问一下孙刘，你呢？我肯定有嘛，我刚他提到硅胶垫，我以为是增高垫呢。像我长这么帅，没有任何容貌焦虑。我懂你。
那泡脚那个，你真的泡脚吗？不是我呀。啊，你听没听啊？你就是观察你的女朋友。对，也不是泡，其实就塞进去照。你听没听？我感觉有一些话题可能新手处理上，就比如说你讲一些可能黄色段子呀或者什么，实际上它是比你普通的讲段子是要更难的，因为你首先要解决观众他对你的这个题材他会有敏感，他会往回收，他会很紧张，他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或者怎么样。你像郭德纲老师他就会遮一层，他就不会直接明着说啊我和于谦的媳妇儿怎么样怎么样，他会说我去他们家里是吧，嫂子看到我很亲切，说死鬼。是吧？他是这样，所以说可能有些处理还是需要加强。谢谢老师，谢谢。我不同意。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你任何一个演员都会有观众喜欢你，会观众不喜欢你。从我的角度上讲，我从来没有想去迎合观众。我觉得我和喜欢我的观众是一个相遇的过程，我只要坚持我的风格，做我自己就好了。然后喜欢我的人会喜欢我，不喜欢的人 I don't care at all。谢谢郝源。OK， 感谢张郝源。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10位选手，就是好好的人，可惜长了张嘴的 Kaki。Kaki， 硅谷脱口秀间歇2年，龟脱播客主持人。我之前非常喜欢看脱口秀，当时只是当观众来着，然后并没有觉得我能讲。但是后来我是发现跟朋友在一起特别炸，他们都会被我逗得哈哈大笑。我想也许有可能我可以把我的这份快乐带给大家，在台上。有请我们 Kaki 登场。Hello， 大家好吗？我是 Kaki。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旧金山湾区的。湾区呢是个好地方啊，充满了这个阳光啊、沙滩，还有男程序员。对，所以今天我也是来骂男人的。我觉得在湾区找对象真是太难了。就我刷那个 dating app 的时候，嚯啊，这都什么人呐？就有那种在厕所啊对着镜子自拍的。还有啊，光膀子秀腹肌的，还有一种我最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要放自己跟别的女生的合影啊？而且啊，最过分的是啊，那个女生的脸还被涂黑了，上面还有一个问号，这会是你吗？我都害怕了，朋友们。他这是前任呢，还是前科呀？都说啊，好的前任应该跟死了一样。大哥，你这不会真死了吧？我这个人呢，可能有点阴暗，就是我就会通过他们炫耀的东西，然后来分析他们没有的东西。你说这个秀女生合影的，他是不是就没见过几个女生呀？还有这个在厕所自拍的，他家可能就厕所干净。还有这个秀腹肌的，他肯定是矮。你们看孙刘。所以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给别人显摆的机会。但是就防不住啊，有的人他就非要给你显摆，他根本就不看你问的什么问题。就你只是一个平 A 呢，他大招给你放出来了。有一次我跟一个男嘉宾约出去吃饭，我说这个时间你 OK 吗？他说虽然呢我的 startup 公司啊只有30多个人，但是我们已经 A 轮融资了，我们已经 on the right track， 所以我的时间很 flexible 呀。不是大哥，谁问你了？我们之中有0人问了你啊！我这感觉就好像你不是 A 轮融资吗？那你装什么逼呢？我们一共就2个人，你在跟我抢什么 C 位呀，弟弟？真的，
我就感觉啊，就好像我问他你今天吃了吗？他说啊，虽然我1.8米，有房有车有绿卡，年薪80万，但我还没有吃。所以我想啊，我不能惯着他。他问我们待会儿去哪儿吃啊？我说我们去哪儿都行呀，随便吃点儿吧。虽然我9岁呢就获得了中华小当家特级厨师资格证，15岁打败了黑暗料理界，平时呢也就做一做量子料理，我家猫都会做几个菜，但是呢我不挑食，反正都没我做的好吃。大家可能发现了，我这个人确实这张嘴啊不太适合找对象。我朋友就劝我，你得夸人呐。我说我不会呀。他说我教你，非常简单。碰见胖的夸他可爱，碰见矮的说他底盘稳，碰见秃头的呀，你就说他代码写得好。我就学会了，我就去跟男嘉宾约会了。结果那个饭快吃完了，我还没有夸他，他着急了。饭快吃完了，你觉得我怎么样啊？夸夸我3个优点吧。我说朋友们，真的天底下没有免费的晚餐呀。那我得夸他呀，我就看他，我说他反戴一个棒球帽啊，穿了个潮牌，戴个大金链子，我有灵感了，朋友们。我说哟，哥哥，你也太帅了吧！你这个链子啊，是不是可以锁金库呀？结果他果然不高兴了，他说：“我就光帅吗？你就看不见我外表下的内在优点吗？肤浅。”不是，朋友们，你们品一品他这句话，什么叫我就光帅吗？我在这阴阳怪气他呢，他该不会真以为自己帅吧？真的我都懵了，而且他还说我肤浅，我就给你吃个饭，我能看出你什么内在美？哟，你可真独立呀，你吃饭都不用别人喂。我没有想到啊，我这么怼他，他还挺高兴。他说：“我和这么多女人吃过饭，你是唯一一个让我笑的女人。我明天还要见到你。”我都震惊了。我说：“不对呀，你还没夸我呢。”他说：“我都想见到你了，这难道不是对你最大的夸奖吗？”我懵了，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他是吃了一个霸总吗？啊，他跑我这儿来演王子了，我是他的迪士尼吗？我要 diss 你好吗？而且我在想啊，他是单跟我这么拽呢，还是平常生活也这样？你说他跟他老板one on one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说？老板，夸夸我3个优点吧。你是第一个没有揍我的老板，明天我还来上班。哎呀，不过呢，我发现啊，刷了这么久的 dating app， 这些男嘉宾啊，他们都不是来找对象的，他们是来装逼，他们是来吹水的。巧了，我也不是来找对象的，我是来把这些吹水的呀，一个个都搜了起来，写段子的。谢谢大家，我就是水货捕手 Kaki。我们第10位演员 Kaki 演出完毕，大家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进行投票。3、2、1，请锁票，谢谢。谢谢大家。Kaki 是来自硅谷脱口秀的演员。然后和孙刘是来自同一个俱乐部，非常欢迎2位远道而来的硅谷的朋友。谢谢大家。
他是做什么呢？这么自信？他是跳街舞的啊？他的 startup 难道是个街舞社吗？哦，那个 startup 是做 AI 的。我知道 Kaki 刚刚说的那些 dating 经验啊，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都有些过于的荒谬，但是在湾区啊，这居然是真的。我原来以为只有纽约的部分男生会有那种不良的习气，原来坏男生在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而且硅谷的特别多。点谁呢？有什么想说的？来自硅谷的男生，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我们脱口秀把那些比较特殊的人放到了舞台上，然后求生欲好强啊！来警戒一下大家。叛徒，男人界的叛徒。Don't do that, yeah. 对，只是个别现象，孙刘还是挺好的。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Kaki 是在一家游戏公司工作。你已经说出来了。哎，你有没有说这个东西，然后大家会觉得哇，你好厉害这样？有，我之前就是我只要背我们公司的双肩包出去，就会必然有一堆人过来跟我搭讪。啊，然后中间完全没有你看上的。对，但他们都打不过我。哦。掌声再次送给我们来自湾区的女脱口秀演员 Kaki， 好棒！想要拿起麦克风说出你的笑话，快点加入你所在城市的中文脱口秀俱乐部。没有俱乐部没问题，欢迎关注 Crazy Love Comedy 拉风喜剧，并咨询线上公开课及读稿会。下一期超放脱口秀等你来见 ，Let's make crazy love。OK， 感谢 Kaki。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第11位选手，一位来自波士顿的中年男子豆三儿登场。豆三儿，波士顿顶好喜剧脱口秀练习时长1年半，搞喜剧的程序员。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尝试过说英文的脱口秀，但是就说的很少，然后很多年过去了，突然发现波士顿顶好喜剧，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加入了。就是感觉这是一个完美的契合我自己兴趣的一门艺术。这次这个比赛你为什么会想来参加呢？在海外，特别像我们这种新人，就特别珍惜每一次的演出的机会，肯定是想多说一点嘛。反正决赛的段子已经准备好了。还好吗？只有我好是吗？大家好，谢谢。我是来自波士顿顶好喜剧的，我叫豆三儿，大家好。我今天真的特别高兴，我来了之后，导演组跟我说今天给我准备了特别潮的一身衣服，我特别高兴，我觉得他们真的懂我，这么潮，所以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出来，我很明显就是一个程序员。对，我之前在一个很有名的大厂工作过，但是前公司我们就不说是哪个大厂了吧，咱们就叫它 B 马总。马总换成 B 马总有一个产品叫 B Lexa， 他有没有用过？对，我就在那个产品组下面工作，我工作的那个组叫做 Information Domain， 主要负责的就是回答问题。不是我在那接电话回答问题啊，不是。那个组在印度，当时就有一个 bug， 就我们的产品都没有办法回答，就是这个问题叫做 Who assassinate JFK， 一直没有办法回答。后来这 bug 就发到我们组，一排查发现 Who assassinate JFK 被他翻译成了 Whose ass ate JFK， 谁的屁股吃了肯尼迪。就你还不好说他傻，因为他连断句都不知道在哪，但他知道这里应该用过去时 ate。后来你知道这个 bug 是咋解决的吗？我们天才的程序员朋友决定在后台写进去一个 hard code 的 rule， 就是如果以后他再理解成 whose ass ate JFK， 我们就 hard code 他回答那个肯尼迪刺客的消息。
这就是人工智能，没有智能，全是人工，是吧？你知道，在这个行业工作更加痛苦的就是你要 on call， 特别是在我们公司。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这个行业的人，大家知道 on call 是什么吗？哦，有一些好像不是我们行业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如果你在公司会给你发一个 pager， 就是一个警报器，然后呢，它的作用就是在你的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啊，给你响警报。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制度。其实大家知道医生也 on call 吗？大家有听过医生的 on call 是什么声音吗？没有是吧？我们来听一下啊。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声音，它尖锐，但是又不至于让你手足无措。我们 Amazon 的 pager。我第一次被配置的时候，我在睡觉，我半梦半醒之间，我以为怎么中美开战了啊？不是，对，关键我以后习惯了这个声音，我还怎么生活？万一真的有空袭来了，警报响起，大家都在往地下工室跑，只有我逆着人群回家取电脑。对不对？而且关键啊，你说你大半夜，咱们起来干点有意义的事儿行不行？人家医生半夜起来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半夜起来只能让 Alexa 告诉你谁的屁股吃了肯尼迪。没有意义，你知道吗？关键这公司更让我不能理解的就是公司对于 on call 这个事儿实在是太上心了，有非常严格的制度。你只要警报响起，15分钟之内你必须要上线处理。你要是不处理，他就配置你的 manager。就怎么说，15分钟之内你不上线，他就配置你的上线。你的上线不上线，他就继续配置你上线的上线。显而易见，我们公司的底线就是上纲上线。这逼公司真的。我冷静啊。你知道这个事儿多离谱吗？就你想想，如果真的有个同事，他真的忘记把 pager 忘在公司了，第二天他的生活得是什么样？开开心心的去上班，打开邮件就看到了一封来自 director 的半夜3点的邮件，主题全是大写，哇，里面已经有回复了，来自你的各级 manager， 汗已经下来了，因为你知道那么多回复里，唯独少了应该 on call 的他呀。这时候已经开始想了怎么打包了，当月的工资都不想要了。你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的心路历程的。之后就有一个周末，我们一家人就出去玩嘛，在纽约边上的一个游乐场。哇，我们正在那排队呢，我的 pager 响了。哇，还好我当时的电脑、手机都在包里。我就赶紧上一秒我谈笑风生，下一秒我弹射起步。我说WiFi 找 WiFi。当时那个队伍特别的拥挤，但是我真的确实很轻易就出来了，倒不是因为大家素质多高就真的一个响着警报的背包太吓人了。但是后来这个事儿我就解决了嘛，还挺好的。但是问题是我后来就回想这个事儿，我跟你讲那天发生在一个9月，还好不是11号，在纽约周围的一个游乐场。你想想这个事儿还怎么收场？人潮拥挤的游乐场里，一个中年男子左顾右盼，面露紧张，手里抱着一个响着警报的背包。周围的人群以他为圆心散开。对面还有一个安保人员，他说：“你不要急，你不要紧张，你要什么告诉我。”我说：“你现在就给我准备1000万，比特的网络，还有一个 WiFi。”他说：“你等等，行，我现在就去准备。”我说：“你最好快点，因为15分钟之后我的上线就上线了。”好，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好，豆丝儿表演已经完毕，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点的投票时间，请大家锁票。好，3、2、1，投票完毕，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程序员这么喜欢搞笑呢？哎呀！其实你不知道，我私底下也挺沉默的。我觉得就是程序员他们理性思维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日常生活中更加用理性去处理问题，然后就会出现更多的笑料。我也是程序员，我说一下，因为就是我们程序员平常来自 PM 的负面情绪太多了，就很想上台骂一骂他们。我其实作为程序员，就是很能理解豆三儿遇到的那些困难。但我觉得你在遇到那些困难的时候，其实你在写段子的时候，可以更加加入一些，比如说你同事的反应啦，或者你老板真的接到你配置以后，他又说什么吗？我很好奇这一点，我真的已经不想回忆了。我最想说，其实我特别喜欢你说你背着那个会响的包那一段，我就觉得可不可以演的时候再更往外放一些。你可以把那段演得更夸张，包括你的神情啊、紧张的情绪啊、周围人的反应啊，就现在我们很多事都靠想象，你可以把它演出来。谢谢，很好的建议，谢谢。谢谢豆三。好，谢谢大家。OK， 感谢豆三儿。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12位选手，民科女斗士 Jenna。纽约拉风喜剧，第一次上台是2年前，但演出还是个位数，物理博士。你当时怎么会参加这个拉风喜剧的呢？最开始我是在那个小某书上刷到了老舅 PO 的一个条，然后说如果你过来参加我们的开放麦，我们有免费的饺子可以吃。然后一看免费的，我就说报名吧。然后他说如果你要是做演员的话，你连门票都省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写几个段子吧，就好不好笑无所谓，但是有饺子吃。感觉脱口秀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就是有很多观众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听我说话。因为生活中然后学习当中也会遇到很多这些有趣的事情，然后虽然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我就是内心还是挺渴望跟别人分享这些笑话的。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民科女斗士Jenna登场。大家好，我是 Jenna， 我是一个物理 PhD。谢谢大家。还记得刚来读博的时候，我的大师兄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Jenna 呀，你来实验室之前，其他师兄师姐都是熬到第7年才毕业，你一定好好干，争取打破我们实验室7年毕业的魔咒。”今天我终于可以问心无愧地对我大师兄说，我做到了。我现在已经8年半了。刚进实验室的时候要选方向，我就约了一个前辈一起吃午饭。我说实验室都有什么方向啊？他说主要分3类，有毒的，有辐射的，还有不孕不育的。当然这些都太危险了，我也没有选。最后就选了个流体力学，就是在实验室洗洗杯子，给大家倒倒水喝。读博的第1年，我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我要在核心期刊上发大文章。努力干了1年，实验做一次，失败一次，做一次，失败一次，到最后我都 PhD 了。终于年底的时候，我在学术核心交流平台某某书上发表了 N 篇文章，吐槽我老板。实验做不出来，我还会去厕所找灵感。我蹲在厕所里面思考，太阳、月球、地球彼此以万有引力相吸。如果太阳的质量变化2倍，万有引力是多少？当我走出厕所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哦，刚才我忘记上厕所了。那种姨母
我一回头，发现我的大师兄站在男厕所门口，拿一张纸在那儿擦鞋。他突然抬头问我，他说 ：“Gina， 你知道太阳的质量是啥吗？”读博不仅要做实验，还要给学生上课。记得我带的第一个班级里有一个中国小男孩，特别认真，每次上课都留在最后一个，看着我，欲言又止。这个小男生还特别可爱，我就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能搞师生恋。终于有一天，这个小男生鼓起勇气走过来跟我说 ：“Gina 老师，你上课的时候一直在讲佛派尔方。”我说：“球体表面积佛派尔方有什么问题吗？”他说：“老师，英文应该是4 pi r squared。”他应该说中文。我也没有听懂。但是他在讲课。好，谢谢大家，我是 Gina。好，Tina 表演完毕，现在最后一点时间，请大家进行锁票。3、2、1，锁票完毕，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的导师会说你 paper 写得很好笑吗？会的。他说我的 paper 应该 nicely recycled。哇，有文化脱口秀就是不一样。有听懂的观众可以鼓个掌吗？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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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Gina。OK， 感谢 Tina。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13位选手，来自费城，让人上瘾的垃圾食品。垃圾食品，汪仔，费城拉风喜剧表演漫才2连，漫才组合垃圾食品吐槽艺。猫叔，费城拉风喜剧表演漫才2连，漫才组合垃圾食品装傻艺。你们平时在费城会表演吗？完全没有机会。对。那你们这次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必须得有一个漫才组合。你们就来之前对自己的这个预期排名大概是觉得多少呢？好问题。我觉得我保守一点吧，大概可能进前5就觉得很满意了。对。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垃圾食品。大家好，我是猫叔，我是汪仔，我们是垃圾食品。猫叔，这好久不见，续上胡子了。是呀，这正是我们的民族特色。哦，你是少数民族的？这还看不出来吗？啊，我是来自宾州的，距离现代科技很远的阿密什人呐。阿密什，我才不信呢！哎，种族歧视啊！哎，不要乱扣帽子。是这样，我最近遇到点麻烦，刚买的咖啡机啊，用了几天就坏了。哎，用什么咖啡机啊？在我们阿密什村里都是让驴现拉现磨。现拉现磨，你喝的这是驴屎咖啡吧？是这样，整个的退货流程很麻烦，能不能帮我演练一下？哦，可以，那你等我升级一下。哦，你还能升级啊？阿密什 Prime， 你们阿密什还有高级会员啊？是的，升级已经完成，我马上开始退货。什么乱七八糟？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买了一台咖啡机，不出纸。咖啡机当然不出纸了。我买了一台打印机，不出咖啡。打印机当然不出咖啡啊。我买了一台咖啡机，不出咖啡。哦，先生，请问您的咖啡机是什么牌子？九阳。九阳，那是豆浆机啊，当然不出咖啡啊。我买了一台九阳咖啡打印机，不出。你这玩意儿肯定不出咖啡吧？不出意外，没有这个东西吧？你就是来捣乱的。哎呀，这样，我们换一下。你来演客服，我来演顾客。你好好帮我练习。好嘞。先生，您来我们店里是退货是吗？对，我刚买的咖啡机就坏了。我们店里有几个问题需要问您一下。还要问问题啊？问吧。
您为什么要喝咖啡呢？你管我喝不喝咖啡啊？我犯困需要提神啊，提神。那您为什么不喝茶？我不喜欢喝茶，只喜欢喝咖啡。但是茶叶比咖啡豆有梗啊！你这梗都烂掉了吧？什么乱七八糟！快把咖啡机给我退掉！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喝茶，那能不能把您的咖啡机换成等值的茶几？哦，茶几啊？你说是沙发前面那种茶几啊？够了吧？我直接帮您退货，对吧？但是我们店里没有现货，那我帮您接通一下美国客服，您直接交流。哦，还要跟美国？行吧，就当练口语了。Welcome to our custom service line. 哦，学的还挺像。For quality assurance, this phone call will not be recorded. 哦，不录音啊？不录音你怎么保证通话质量的 ？This is an emergency call. Please don't worry. 哦，紧急情况放心就行了。Main menu for hang up, please hang up. 就一个挂电话的选项。For sales, please press 1. 哦，我不需要 sales 部门。For returns, please press 2. 哎，就这个。第一 ，Return to the main menu. For sales, please press 1. 你这个 return 应该是退货的意思吧 ？Please wait. All our representatives are currently laid off. 全裁了，你让我等什么呢？If you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a job, please press 0. 你现场招客服啊 ？Our business hours are Monday to Friday, 1 a.m. to 6 a.m. 半夜客服，你这是正经客服吗？ Pada español, opinión eldos. 现在才出西班牙语。又是阿米什。Amigo. 换种族了呀 ？C 什么 C？ 能不能直接客服对话，帮我把咖啡机退掉 ？Hello, boss. This is custom service. 一听就是印度客服啊。 My name is Omakase. 这是印度客服吗？ Sir, please speak English. Oh, okay, Mr. Omar. How are you? Fantastic. How can I help you? Okay, I purchased a coffee machine, but it doesn't work. Ghali machine? Chicken ghali or lamb ghali? Coffee, not 咖喱。Oh, chicken coffee, lamb coffee. 你这也太恶心了吧 ！Coffee machine not work. Oh, I'm very sorry. Can you describe the problem? Oh, okay. Coffee machine, no coffee. Sir, coffee machine comes only machine. You buy your own coffee. Oh, no. I mean, when I put coffee beans, machine not work. How about putting soybeans? 你这还是豆浆机啊 ？Machine not work. Oh, actually, it's not only machine. 啊 My wife also has no work. 你在说些什么呀？ Economy is bad. Everybody no work. 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I need a refund on my coffee machine. Oh, for a refund, you need to ship your machine back to us. Oh, okay. Where can I send it back? Of course, India. 退回印度啊？退回印度也太远了吧 Oh, I misspoke. When I said India, I meant Canada. 加拿大嘛，加拿大现在变成小印度了。Okay, I send back to Canada. Okay, you'll receive a refund in 5 to 10 business years. 5到10年才退款。If you're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please give us the thumb up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啊，你还有 YouTube 频道？够了，冒失，烦不烦？Fantastic. 又是阿米什啊 Indians are also Asian. This is Asian. We're family. 算你说句人话，够了吧？谢谢大家。感谢我们的垃圾食品。那现在我们大家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锁票，讲两句。3、2、1，请锁票。谢谢大家。来师妹一直是我的最爱。哎呀，那他们每次来演出效果都非常好，因为他们有很多巧思，就是说段子的内容，其实很多时候是你需要想一下，然后就觉得非常好笑的。我觉得他们的梗真的密度非常密，密到我刚刚想笑，但是又怕打断他们的演出。我们创作的思路应该是就是想让大家在不停的地方都可以笑，让那个笑声绵延不断的下去。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他们真的太快了，我不这边观众看不到提词器，我这边能看到提词器，提词器就是啪啪啪啪。哦，我那个上台之前看了一眼提词器，那个提词器的稿子不是这一篇。所以我一眼都没有看。辛苦我们工作人员在那儿翻了。好，谢谢垃圾食品。哎，你看这就是非常 considerate 的。对，还自己把那个带下去。我来把这个放到中间吧。你顺便给大家看看你背后那只熊，给大家看一下我背后的小熊化了吧？我不信。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14位选手巴尔的摩女战士冰激凌出场。冰淇淋拉风喜剧 DMV 间歇性脱口秀1年，全职研究癌症，不全职研究单口即兴。我做就是癌症的研究。那你学这个会很忙？会很忙。那你还要做脱口秀？啊，对，不要告诉我的导师。就是你在来之前对自己这个脱口秀的排名有期待吗？前3吧，如果只看女选手的话，因为只有3名女选手嘛，对吧？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冰激凌出场。大家好，我也是个女博士啊。哟西，真的，看得出我身上的书生气吗？我他妈看到书就很生气。我现在呢在 Hopkins 医学院做癌症研究。别玩了，还是很生气。癌症可能对大家来说都很遥远。很多亲戚朋友呢对我的工作有好多的误解。我上次跟他们说，我说我做医学研究，他们说哦你会看病。我见过最离谱的有个阿姨，她说你帮我看看我的脚气。我说不会，她说这你都不会，你不是美国 doctor 吗？我说阿姨，你这是香港脚，你是这香港 doctor 吧？阿姨超生气，她说那你会干嘛呢？我说我会研究癌症。她说那你会治癌症？我说也不会呀。但我会养癌症。现在阿姨到处黑我，她说我不会治癌症，但我是个致癌物。她说在美国学医是真的救不了中国人。但我真的没有骗他，我真的在实验室里，在那个培养皿里面养癌细胞，这是我的工作。然后呢，很多朋友听到了，他又有误解，他说这会传染吗？你每天接触癌细胞，你会得癌症吗？我说那倒不会，我养的癌细胞基本都被我养死了。真的，我养死过很多批癌细胞，所以身体里有癌细胞不要怕，我养你啊！好的。我真的跟大家说，癌细胞虽然在我们人身体里为非作歹，但你把它拎出来它别说传染了，它活都活不下去。如果说癌症它是伏地魔，癌细胞它就是个弟弟这么说吧，离开了宿主的癌细胞的那个能力它还不如脚气。脚气是真菌，10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把它杀死。你们猜癌细胞多少度可以杀死？不是37度，它就会死。然后呢，有很多要求，比如说不能太湿，不能太干。然后密度它都有要求，它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区间。他说不能太空旷，也不能太拥挤。我喜欢热闹，但我又向往冷清。你就感觉这个癌又易。吃的东西也很讲究，从牛身上提取出来的特级营养液，1000刀一瓶，是不是觉得1000刀也不多？我每个月生活费500，所以说1000刀买不来一整头牛，但是能买来我这头牛马2个月。就
这样好吃好喝供着，癌细胞都会死给我看。我上次见过这么难养的东西，还是我弟。我弟他也是个弟弟。我弟他现在常年住在一个温暖潮湿的地方，空调房，对着我爸妈呼风唤雨。他最近要来美国上大学，我妈说你带他去美国转转，少爷都不满意。他来了纽约，他说太挤啦，又冷又臭。说完还很心疼地拍了拍我，说纽约俺可不来。真的，他的性格也跟俺一模一样。他说这里没朋友，我就带他出去社交，然后他又社恐了，他活活躲在他那个空调房里2个月，一门不出，就真的感觉出门会死掉。然后吃东西也很挑，他说我不吃披萨，不吃薯条，不吃汉堡，也不吃秋面。我说你在挑什么挑啊？他都不会讲英文，只知道 abandon。我就说，哎，你跟癌细胞真的很像哎，你不想当纽约人，就别来纽约害人啊。我住的是4个人合租房，每天吃的是2.8美金的红烧牛肉面，然后完了我还要跑去我实验室养我另外一个少爷，边喂边说少爷快长大吧，我还得轻轻地说，我怕字吐重了，唾沫星子污染了少爷尊贵的环境。结果我凑近一看，哎，少爷他又驾崩啦。我就感觉哇，这帮男人的命缩力拉满，有心杀爱挨不死，无心杀爱挨骂呀。捧着这个冰冷的少爷，我就感觉生活压力上头啊，情绪崩溃。我就发现这些状态致癌，养癌细胞好像真的致癌。哎，你下次要问我，那你经常接触癌细胞，你会得癌症吗？我会说会，这帮弟弟都是我的致癌物。但我衷心的希望所有的医护患者和我都不要为癌所困。谢谢大家，我是冰淇淋。感谢冰激凌，他的表演已经完毕，请大家投票。好，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3、2、1，请锁票，谢谢。好棒，好棒！我看他，我真的有种很骄傲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他从起步到现在进步了很多，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心思。冰淇淋是第几次上台？10次以内吧。对，这也是海外演员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说平时上台的次数不够，所以说打磨程度也不够，可能说就没有那么精致。但是你的很多闪光点还是看到的，对，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谢谢老师，很多天赋。我发现我们女脱口秀演员就是有才华。对，冰淇淋非常聪明。冰淇淋登过 Nature 是吗？哎呀，需要宣传一下。是的，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他发的文章我们可能都看不懂，但他说的笑话，感觉我几乎没有不明白，就有觉得很有困惑的地方。为你自己鼓掌吧。我就是代表观众说嘛，对。好的，好的，好的，我以后给大家多多做科普，谢谢老师，谢谢观众，谢谢冰淇淋，感谢我们冰激凌的演出。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第15组选手，来自纽约的电影迷熊猫。熊猫，纽约拉风喜剧，讲脱口秀2年，全职律师，业余时间从事内容创作。对单口一直都很感兴趣，一直都是爱好者。后来觉得这个可以去试一试，对吧？就不光是看，不光输入，还可以输出一下。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单口是一个能做一辈子的事儿。就是如果你有东西想表达，就可以一直说；如果没有了，那当然也就不用再去勉强。有请我们熊猫登场。哎，大家好，我是熊猫。好帅，好帅。这个我是一个影迷，确实啊，这个我是特别喜欢看各种影视剧。我特别喜欢上 Netflix 啊，
这个可能各位朋友不太清楚啊 ，Netflix 上其实有很多国产电视剧，但是我完全看不懂他们的英文翻译。比如有个电视剧叫《香蜜沉沉烬如霜》，英文名叫《Ashes of Love》，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Eternal Love， 偷偷藏不住 ，Hidden Love， 微微一笑很倾城 ，O2O Love。什么是 O2O Love？ 还 P2P 呢，对吧？而且这为什么全是 love， 对吧？你说一个外国人啊，想了解点中国文化，打开 Netflix 一看，感觉中国影视圈没有在干别的，每天就是在 make love。而且照这个思路，对吧？狂飙是不是应该叫 crazy love？ 三体 Three Bodies Love。太离谱了，我都准备给这个 Netflix 高层啊写信抗议。信的标题呢就叫 Stop Asian Love。就感觉美国啊翻译我们中国的这些电影啊，就是偷工减料、丢三落四；但是我们中国啊翻译美国的电影，那都是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比如说曾经有个浪漫电影叫 Flipped， 咱们中国把它翻译成《怦然心动》。Flipped 明明就应该是反转，对吧？然后还有个电影啊，有一个美国经典电影《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啊，翻译过来就应该是麦迪逊县城的桥，我们中文翻译是《廊桥遗梦》。你就是拿着显微镜也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遗在哪儿了。最离谱的是啊，还有一个美剧叫《MASH》，我们翻译是《风流医生俏护士》。这要是导演自己来看中文名，都说。这我拍的是啥来着？懵了。说我自己啊，我来自内蒙古，出生长大在内蒙古啊，但是已经来美国很多年了啊。在美国的内蒙古人真的太少了，还好现在生活在纽约啊，纽约已经是美国内蒙古人密度最高的地方。有一次啊，我演完开放麦啊，这个观众大哥就是内蒙古的，很热情啊，过来就说兄弟，我把你拉进我们纽约内蒙古老乡微信群。我说哎，好，谢谢啊，然后拉进去一看，加我4个人，然后我们在群里的备注呢都是这个各自家乡的地名，什么呼和浩特、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就感觉这是蒙古部落酋长联谊群。前2天上去看呢，发现这个锡林郭勒退群了，联谊失败了，感觉蒙古草原又要掀起血雨腥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内蒙古啊，全称叫内蒙古自治区，对吧？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意思。我知道国内其他地方来的朋友呢，维护自己的权益啊，都会拿起法律的武器啊。我们内蒙古人呢，就是拿起武器。当然，我们也懂法，啊，刀法、剑法，是吧？真的，我就感觉我上初中的时候啊，这个班里至少有一半同学都是在社会上混的。就别的地方对学生的分类是文科生、理科生，我们的分类就是书生、武生。别的地方的青少年都在读什么青春残酷文学，这种郭敬明什么写的啊，这种什么劈腿啊、分手啊这种狗血故事。我们就在读青春残废文学，主题也差不多，劈腿、分手、physical。真的，而且你去问他们啊，为什么这么暴力，为什么要打架啊？他们都会回答你，我看他不敬业啊。这个其实方言就是我看他不顺眼的意思。你看看我们内蒙古人多么直爽啊！你看别的地方的人打架，之前都要先这个对个诗，你瞅啥？瞅你咋的？再瞅一个试试，试试就试试。我们内蒙古人打架就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我是熊高，谢谢大家。熊猫的演出已经完毕，那大家现在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进行锁票。3、2、1，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我特别喜欢它的结尾，就是一看就是读过书的，有文化。你是不是没听懂这个梗的来源？我知道，就是我所以才说有文化。你知道这个句话是谁说的吗？你说呢？
我问你呢？我问你呢？亚历山大，好像不是吧？啊，不是。那是谁？谁说的？好像姓凯吧？那个凯撒。这俩在我脑子里是一个人。谢谢熊猫。谢谢熊猫，感谢熊猫。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是西雅图的高质量男性 Sawyer。西雅图虾图脱口秀，讲脱口秀2年，西雅图最努力的喜剧人。当时怎么会想要做脱口秀呢？当时因为我非常喜欢脱口秀，然后那个时候被女朋友甩了，就觉得我要变得更好笑一点，让更多人喜欢我，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工作忙吗？工作挺忙的，也有时间写段子。上班的时候偷偷写。我发现你们都是这样。是吗？那你自己给自己排名一个定位，你大概觉得？就是第一轮不要被淘汰，争取能讲2篇稿子。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 Sawyer 登场。Hello， 大家好，我叫 Sawyer。哎呦，辛苦大家了，4个小时的脱口秀啊！没想到以前大家都看的是脱口秀的电子榨菜，今天给你们来一场脱口秀的满汉全席。哎，辛苦！我最后一个啊，我整快点，今天争取做雅思喜剧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我整快点，我整点没有营养的脱口秀。我叫 Sawyer 啊，来自科技大厂之都西雅图，今天来讲讲我 dating 受的一些苦。就你们可能看不太出来，我稍微有点脱发。就我这个长相，亚裔脱发，在西雅图，所有女生看到我就只有一个反应：她的编程能力都有多强啊，工资得有多高啊。Kaki 就这么夸过我。但我真的不是码农，我确实是在亚马逊上班。我的职业是 BA， 这个不是保安啊。我的职业是数据分析师，但是我们职业在西雅图的工资水平相当于保安。哦。所以每次出去 dating 的时候，总会给女生有一些错误的期待。所以每次女生当她们得知我不是码农的时候，她们看到我不但有一些失望，甚至还有一些愤怒。这种感觉难道是我照骗了？就感觉就像是你在 dating app 上 match 了贝佐斯，然后线下见面发现来了一个我。然后那个女生她后来还安慰我，她说啊，其实你不要这么自卑，你自信一点，女生没有这么在意头发的。然后我就问她，那你喜欢我吗？她说，那你也不能这么自信啊。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劝我，他说：“你这么好的外形条件，没有考虑过转码吗？”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怎么不转呀？”他说：“我就是在转码呀。”然后我说：“没看出来，戴的假发啊。”其实你们不太知道，在西雅图真的是全民都在转码，尤其你去小红书上一刷，所有到处都是转码帖，什么文科转码上岸，文科大龄转码上岸，什么文科大龄。国企3个月转码上岸，我说这是在干啥？西雅图诺曼底登陆吗？就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为了同一个梦想而奋斗的时候，还是在《西游记》里面。你们仔细想一想，码农跟唐僧真的很像，你看头发都不是很多，都爱穿格子衫，管事儿都是印度人。今天的印度梗含量确实有点高啊，感觉中印以后必有一战了。对，所以我现在很不喜欢用 dating app， 因为西雅图真的男多女少，而且我觉得这个 app 真的太侮辱人了。我后来又玩了1个月这个 dating app， 一个 match 都没有，真的太侮辱人了。就跟你们讲，就作为一个8分的男生来讲，就作为一个6分的男生来讲。作为一个4分的男生来讲，不能再低了。你们的反应真的深深的刺痛了我。就作为一个4分的男生来讲呢，真的太累了。我后来好不容易又跟一个女生match上出去见面了。我说这个见面过程也太像面试了吧？
第一面女生说 ，So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self. I was like, I work for Amazon and I'm a comedian. I think my skill will be a really good fit for the opening position, boyfriend. She's like, oh, tell me one time when you go above beyond to be a boyfriend. I was like, I don't have the answer right now, but I'm a fast learner. She's like,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I was like, definitely husband. 而且你们也知道，我就作为一个4分的男生呢 ，dating 真的很累。就我 dating 不能靠颜值，我能靠什么？我只能靠提供情绪价值，认真听你吐槽工作。哎呀，活都让我干了，老板把功劳全抢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现在是王嘉尔，咱们就算他7分，9分，10分，10分。我错了，姐妹们。我也是 Jackie。如果我顶的是王嘉尔的脸，我再出去跟你 dating， 你再跟我聊工作，我跟你讲，我说，哎，看到没？10分，请注意提供情绪价值。但我不是，我只有4分，所以我只能说，哎呦天哪，你老板怎么这样？太过分了，真想和你一个组，这样能替你分担一些。所以我现在就基本上已经放弃取悦西雅图的女性了，我甚至把 dating app 都戒了。今天是第1天，刚上台之前我又打开了，是吧？我现在其实都不在乎我的段子响不响，我只在乎我一会儿 hint 响不响。现场有没有缺提供情绪价值的独立女性？请记得先给我投票。我现在讲到这儿，谢谢大家。OK， 我们的 Sawyer 演出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大家现在是投票时间。好，谢谢大家。我们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太棒了！今天给我们都用了个非常好的结尾，谢谢Sawyer。谢谢捧个场。我就想说，我说你不愿意给女朋友提供情绪价值，你跑来给一群陌生人提供情绪价值来了。我没有女朋友，所以提供不了情绪价值。我是想提供，找不到。哦。所以说实话，你给自己打几分？5分吧。比4分稍微多一点。我看到一个男生在那疯狂摇头。我觉得好歹及格吧。及格啊。我觉得7分可以的。啊，可以，7分高了。满分100。满分100。我觉得特别好笑一点是，刚才你说到自己是4分男生的时候，我们志愿者特地跑到这边来看一下，我倒要看看这个4分男生长什么样。真的非常感谢啊，谢谢 Sir。组队淘汰赛，精彩即将上演。我跪下了，我跪下。酸流垃圾，酸流垃圾，酸流垃圾，酸流垃圾。我代表顶好喜剧赞助1块钱，咱们就叫顶好喜剧行吗？可以，我现场掏。防弹中年团，防弹中年团，那只有你合适。我们7个人嘛，7条人队，七龙珠队，7匹狼，葫芦娃，4期说的都对。我以后去任何的地方，我只坐D号线，因为这样别人问我，哎，您今天是怎么到的？我可以说我北京人，地道的。你能想象一个武林高手叫王中王吗？别人都是夸夸咏春叶问，我他要夸夸王中王。慈禧是个 I 人，首先你看他不会像我们做这种公开讲话啊，他开会他都很害羞的，他都要垂帘听政。
那我们第一轮1v1的票数到底是什么样呢？应该还行吧。我觉得达到了我自己的预期哦，没有到100分的状态，但是60-70分有吧。3、2、1。